叔叔。母亲说，无论是病了、伤了、饿了，只要不是死了，就要吃东西，吃饱了，有了力气，才有希望。叔叔，你还没死，就吃吧。你能吃就好了。夫子说，活着就是好。你醒过来了，快吃吧。夫子又说，笑着日子容易过，黑夜将近，必见晨光。吓坏你了吧？不是，你把我母亲给我的蒸饼都吃了，我也饿。叔叔，你没事吧？年纪小小的，倒是心善。你夫子还教了你什么？夫子还说，富亦乐，贫亦乐，甜亦乐，苦亦乐。是叔叔不对。你饿了？我想起我的家人。周夫子说过，心善至坚，但什么事情也不用怕。我会的，我不怕，我一定能再见到我的家人。你赠我10两，我赠你6字。这6个字，与你夫子所教的融会贯通，你将会一生受用。不争，是不争、不显、不露。不争，不显，不露。对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。同苦同甘，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至坚。母亲。苦亦乐，贫亦乐，甜亦乐，苦亦乐，同苦同甘，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至坚。苦亦乐，贫亦乐，甜
这辈子也难心安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无论多么苦，都要在一起过。以后我们谁也不能丢弃谁。我们一家人心连心。姐姐，我不跟父亲，我要跟着你们。真的，你们姓魏，我也姓魏，我以后就叫卫青。哎呀，不愧是侯府啊，够气派。可是，柴火怎么那么少啊？够煮汤还是够烤鱼啊？啊，这后厨里柴火一定要够多，知道吗？粥成劳顿，最好睡一觉。哎，拿个凳子放在那儿啊，以后我累了呢，可以躺在那儿睡一会儿啊。哎，快去啊！诺。哎，都做事啊！哎，别老看着我了。诺啊，做事。管事大叔，怎么了？乳蜜用完了，还你。哦。你，我是新来的。不，我是不是见过你？当年平阳县水灾逃难，城郊的树林里。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水灾啊？啊？我认得你手上的疤，就是你。我是当年那个丫头啊。哦，你是当年为我争米的丫头啊？我叫魏子夫。看到叔叔现在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当年你不辞而别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你都没吃的了，我还留着干嘛？况且我吃了你的饼呢，你家人找到你之后跟我算账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托叔叔的鸿福，我真的找到自己的家人了啊！哎，凳子放在这边啊。好，等一下你们去厨房选几块好肉，我来做卤肉，让君侯他看看我的功夫。诺。叔叔先忙，闲时再叙。啊，好。苦亦乐，贫亦乐，甜亦乐，苦亦乐。易叔叔，你怎么还没换武艺啊？我一直在忙着。他们又在使唤你做这做那的吧？没有，大家都在忙，我便多尽点心。这橘皮能化痰清喉，媚秀姐该何用？易叔叔，你知道大枣还有山楂放在哪儿吗？妙如她心神不宁，让我……哎呦，好了，你呀，快去为自己装扮一下吧。我见他们平日里就对你百般嘲弄，现在该你要预备出场了，他们又使唤你做别的。哎呀，你何必为他们这么劳心劳力的呢？子夫本就是婢女一名，这些本该由我来做，是因为之前我的好姐妹沈家拉着我一起报选女乐，又无端被选中了，这才成了下品歌姬。再说了，我也只是一个候补的，根本就没有机会现眼。哎，找到了。你真的甘心当一辈子婢女啊？世事皆有机缘，若没遇见，也甘之如饴。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，安之乐之就好。当然了，还要加上不争、不显、不露，才能一生受用啊。哦，果然是个受教的丫头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的眉目灿如日月，将来平阳府都藏不住你啊！掌厨的，皇上已经进城了，公主问一切是否准备妥当了。哦，那你快去，别妨碍我啊！哎，快！哎，我这边一切都准备妥当。陛下，陛下亲临。
你可知道韦姐的，替你忙出忙进了整整1天。姐姐何必着忙？像平常一般家宴就好。我只想弟弟心里欢畅，能开怀快乐一番。姐姐费心了。既然知道姐姐费心的话，就别再愁眉深锁，专心赏舞听曲吧。只是来到这里，看着这群美貌的女乐，朕反倒想起七郎跟朕提起的一个女子。是谁家女子，能让弟弟如此牵挂？只是个民间女子，却有容纳天下的胸襟。学过的字要时时写写练练，才会记得牢。好啊，你晒花可以练字，我下田也可以练字啊。段宏哥哥，你教我多写几个字，我请你吃杏花糕。我知道段宏哥哥最喜欢啦。好，你也吃。关大哥，关大哥，怎么不入片试进山？啊，随意走走而已。哎，大叔，这里可有姓魏的大娘？谁找我母亲？你不会是郑清吧？我是段宏哥哥。段宏哥哥，段大哥，段大哥，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。我现在不姓郑了，改跟母亲姓，我叫魏青。哎，那你姐姐子夫呢？自从母亲去世以后，姐姐跟我一直住在这平阳府里。我没给你选了一些繁重的珠翠，怕压着发髻，反令你紧张。平日那些上品的姐姐可嚣张了，今天个个都垂头丧气的，皇上一个都没看上。乖女儿，这可是你的大好机会哦。待会儿到你献艺的时候，记得别人俯身你就抬头，弄点花样让皇上看见，知道吗？快出去，快出去了，到你们了，快点出去。走吧。子夫，我有点害怕，我觉得我好像说不出话来了，腿好像也动不了了。别怕，你跳得那么好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就是，别怕啊！哎呀，你别妙如管他了，待会儿啊，好好跳，千万别紧张啊！你没事吧？我难受。后来呀，我们就长大了，常总管看我们还算机灵，就把我们分配给平阳侯府办事。现在姐姐该忙着帮大伙装扮，准备上场呢。妙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不舒服，好难受。我姐姐呢？她替我上场了，所有人都出场了。你不是说没机会上场献艺吗？妙如身体不舒服，我顶替她的。你就这样登台献艺啊？出差呢？挂饰呢？我匆匆换了舞服便赶过来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只在后面敲磬，不引人注意，别坏了他们演出就好。哎呀，你只会为别人着想，也该为自己打算一下吧。哎，你就算是站在后面，你不能这样上去啊，是不是？佳儿，你一定行的啊！别紧张啊，快去吧。
弟弟，你是想着那个不知何名何姓、何乡何里的女子呢，还是觉得姐姐这里菜肴不周，女乐不能悦人耳目？朕是想着，一个民间女子都能心怀民间疾苦，朕这个皇帝该如何去当，才能无愧于心？既然你来姐姐这里，就该把一切烦心事丢开，否则的话，就枉费了姐姐的一番心思了。姐姐为朕解闷，朕很感激。只是此时此刻，欢歌悦舞，烦惹愁绪，点滴清音便已足够。姓的那个就是我姐姐。皇上不悦。你们巡弋不惊，扰了皇上的雅兴，还不快求皇上恕罪！求皇上恕罪。没事。谢皇上。弟弟啊，累了吧？去歇歇吧。姐姐会给你找一个心灵乖巧的，去侍奉弟弟更衣。好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奴婢卫子夫来侍候陛下更衣。别怕，奴婢只是一介民女，第一次面对天子威仪，实在是无法不怕。天子威仪有这么可怕吗？陛下受命于天，统四海之图计，掌天下之生死，谁不震慑呢？好，答得得体，能言善道。读过书吧？回陛下，奴婢没有读过什么书。你可比朝中的一些大臣更知道何为天子。奴婢只是听君侯和公主说的。哦，听说的。那朕倒想听听，你心目中的天子
又是什么模样？那奴婢就斗胆胡言。奴婢觉得，既贵为天子，应心系天下，体察民情。怎不说了？觉得朕不是体察民情的好皇帝，还是觉得朕被蒙在鼓里而不知情？奴婢不敢。那你倒说说，外面百姓的生活是如何？看朕是否真的被蒙蔽了。百姓苦饥寒，但官员却加以逗弄，引百姓逐今晚。苦饥寒，逐今晚。你怎会知这6个字？奴婢曾受丞相窦婴搭救之恩，以这6个字回谢窦丞相。原来就是你，朕这几日思之念之的人，就是你。上天对朕实在是太好了。我才不跟你玩呢！大红哥哥，大红哥哥，啊，我跟你玩，我当你的新娘。好啊，来，走。这个送给你。好。给。子父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娘子了。嗯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永远在一起啦。你还在吃这个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，我女儿的花容月貌才没被皇上看清。母亲，你别这么说，以我的才貌，能当上个中品就已经是万幸了。你这样说，会被人家笑话的。谁敢笑话你？找我有事吗？我是来找易叔叔的，我想让他做几样意头特别好的东西，赠给子父贺喜。你还贺他？你让他出尽了风头，他应该来感谢我们母女俩才对。哎呀，你这女儿才是叫识大体呢。幸好子父心善，扶他一把，要不然他坏了皇上的雅兴，问罪下来，你们母女俩都要遭殃啊。放心吧，我一定给你做他最爱吃的。嗯，你如果机灵呢，
就好好去巴结一下人家。子夫一旦入宫，那就是皇妃了。皇妃？皇妃？子夫进了宫就是皇妃？没那么容易。你以为被皇上宠幸过就能进宫了？不过是个歌姬，难呐。别到时候啊，飞不上枝头，反而因为被皇上临幸过，没人敢要，嫁不出去。哼，那不就会孤独终老吗？不会吧？是，不会的。子夫心善，会有好报的。姐姐，你在吗？姐姐，进来吧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一切都好，弟弟不必担心。对了，你还记得他是谁吗？这不就是那天在酒社拔刀相助的？不是，他是我们从小的玩伴，你怎么认不出来他了？子夫，子夫，子夫。子夫，端红哥哥，我迷路了，天又黑，雾又大。你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哎，你不是说北斗星可以指方向吗？可是现在看不见星啊。子夫，你别怕，虽然没有星，但是我可以当你的北斗星啊。好啊。你是段宏哥哥，你还记得？忘不了，忘不了。子夫每当在荒野或者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就会想起段宏哥哥这颗北斗星。原来弟弟之前所说的那个心怀天下的民间女子，就是她。想不到她跟窦丞相还有这样一番奇遇，你说这算不算是天意呢？她有才情，有美貌，有见解，的确是好。好，好啊。果然好。既然她这么好，弟弟可曾想过把她带回宫，将来就让她常伴君旁？难道弟弟顾忌皇后，妒忌心重？姐姐说了，弟弟所记的不止皇后一个人。这样的话，宁愿当作是逢场作戏，把她忘了算了。不过，姐姐觉得有点可惜。谢陛下，谢陛下，谢陛下。姐姐府上该赏赐的，是否都赏赐过了？陛下，还有卫子夫未领赏。对，就赐白玉镯一对，翡翠玛瑙串饰各一副，黄金30两。诺，宣卫子夫。朕明日一早便启程回宫。陛下和随人的行装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好。谢陛下。一个民女都能心怀民间疾苦，百姓
苦饥寒，但官员却加以逗弄，引百姓逐金丸。苦饥寒，逐金丸。朕这几日思之念之的人，原来就是你。奴婢叩见陛下。子夫，去收拾打点，明早与朕同行。朕希望你陪在身边，见证朕改写“苦饥寒，逐金丸”这6字。谢陛下。朕会请公主安排选个人陪你进宫，互相照顾。公主说，你与弟弟卫青2人姐弟情深，那就让他一同入宫，在建章宫当差吧。陛下爱屋及乌，奴婢。今日一别，往后不能再侍奉公主身边，公主的恩德无以回报，请受我们姐弟一拜。都起来吧。卫青，你要尽职尽取，记住，不要辜负皇上的赏识。谢公主教诲，卫青一定谨记。子夫啊，你能够进宫，着实不易。皇上本来有很多顾虑，但最终还是顶着不少压力带你入宫。你以后要好好服侍皇上，凡事要懂规矩。子夫会知进退10分寸。就像这棵桃树一样，我只是播下了种子，能不能开花结果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子夫明白。卫青，你们要记住，等开花结果的时候，不要忘了当初播种之人才好。公主这么多年对我们姐弟呵护有加，我们姐弟定会铭记在心的。但愿你们姐弟2个的前途一片坦荡。谢公主。段大哥，子夫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是来护送你入宫的。方才常总管跟我说，会有位关大哥来安排我入宫的车马行程，没想到，竟然是段大哥你。我也没想到，竟然会护送自己的童年挚友入宫为妃。有段大哥护送，子夫就像有哥哥护送一样，安心。安心就好。子夫，虽然你入宫以后就贵为帝妃，但若你不嫌弃，这辈子我都是你的段大哥，一生守护你。感谢上天的眷顾，能让我有你这样一位英武侠义又关怀备至的大哥，谢谢你，段大哥。既然你是我妹妹，卫青也就是我弟弟，他此去建章宫当差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那弟弟就拜托你了。段大哥，我知道能进宫当差对卫青是好机会，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们姐弟俩从来都没有分开过。子夫，我们都成长了，卫青会闯出自己的路，你就安心随我登车启程，穿过章城门，在御河边会合皇上，进未央宫吧。是。祝卫姬以后在宫中诸事顺遂，地宠隆盛。谢段大哥，有劳段大哥引路了。
一路舟车劳顿，从平阳府进宫，辛苦吗？不辛苦，有段大哥的妥帖安排，一切都很好。段大哥？是啊，幸亏陛下临驾平阳府，不但让子夫承蒙圣恩，也让我重遇童年因水灾而失散的儿时旧友。原来冥冥之中，朕与你早就有丝丝点点的牵连。上天让你居于平阳府，又让你遇上窦丞相，并写下触动朕的苦饥寒、竹金丸。如今你那位段大哥，又是朕的侍卫，朕之前还颇为忧虑，不知带你入宫是福是祸。但是既然上苍都如此安排，看来朕的决定不会错。子夫，你注定就是朕的女人。那边树木环抱的是上林苑，是朕打猎的地方。这边的大殿是前殿，是朕上朝的地方。这座宫殿外壁怎么是焦红色的？好美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皇后的寝殿。真不愧是后宫之首的居所。子夫，朕虽有册封嫔妃之权，但是皇后仍是后宫之首，朕也得尊重她的意愿。一切听从陛下和皇后的安排。公主也对子夫说过，陛下带子夫进宫，顶着不少压力，子夫绝对不会给陛下添麻烦。能有个像你这样，足以让人掏心掏肺的知己，即使前面有再多的艰难险阻，都值得朕把你留在身边。自皇后离宫，种种下雨之象频频出现，足以证明皇后不在，风雨便来呀！皇后驾到！皇后驾到！皇后请安！陛下圣安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皇后既已在此，看皇后登坛，是否如淮南王所言，天不降雨？请皇后为百姓，为社稷，尽快离开祭坛。我已请得天神，即将降雨。若皇后出现，激怒了天神而甘霖断绝，岂不是害苦了百姓？皇后于心何忍？是啊，皇后，请走，请走吧，快走吧，皇后，请走吧。若我离去能换风雨，我绝不久留；即使以我性命能换甘露救万民，我也绝不苟活。但风霜雨露非一个计里能变，我乃皇室中人，也绝不容许有人妖言迷惑众生。天要降雨，非我一人能阻；天不降雨，也非你淮南王一人能变。今日你我就在此，以天作证，看看孰是孰非。愿上苍保佑我大汉子民，不祸于神鬼。我愿在此雨中同忧同欢，一同恭候甘霖，牧我百姓。
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。还请皇后速速下坛，让我再求太医。皇后持伞，祈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啊！你快走吧，别在这儿了！你们闭嘴，皇后在求雨呢。走吧。天地大好，回下。无论苍天降雨与否，朕都是你的天，朕会护着你。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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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苍天，请先别降雨，待皇后走了以后再降雨。抱抱我的娇儿啊，苍天！这雨下得及时，持续下去，灾情必得缓解，真是天佑汉室。最及时的，是姐姐赶在下雨前登坛，破了灾星之说。那淮南王也真是狡猾，一见到下雨，便即刻跪地谢天。就是啊，好像这雨是他求来的。他自说自话罢了，皇上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哎呀，喜娘，你当上了将军的外姑，果然不同啊，事情看得更通透了。怎么比得上你呀？忽然饱读诗书，天文地理样样都懂，就凭一条蚂蚁路就知道大雨要来，真是神机妙算呐！哎，你明明是在夸我呀，怎么语气听起来像是讽刺呢？夸得那么不甘心呢？这次啊，我们真是拜服易叔叔呢。如果不是易叔叔，刘安的计谋就得逞了。不但皇后会成为灾星，连皇上的名声亦会受损。如今姐姐能转危为安，全仗易大叔了。哎，能转危为安，全是因为皇后心善，上天有眼。全仗易叔叔机智，以刘安之矛攻刘安之盾，用他写的天文训，让百姓看清事实，免于迷信。别再夸我了。其实呢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功劳，怎会全仗他呢？卫青上坛拖延的刘安祭天是一功，还有段大人保驾护航，及时将皇后送到祭坛那里。还有皇上呢，英明决断。我禀报说要下雨了，皇上便即刻部署一切，使刘安一败涂地，痛快。还有我呢，你有什么可以邀功啊？我和佳儿一直呐喊助威，说皇后持伞，天降甘霖，帝后同心，善行佑民，喊得声嘶力竭的，还拉着其他人一起喊呢。卫青，你说是不是应该记一功？好了，你们个个都有功，皇上一定会牢记的。皇后百米来报，说皇上召见。陛下，皇后来了。陛下圣安。参见陛下。都平身吧。先前委屈你了。有陛下英明部署，和大家协力相助，不但臣妾保住了清明，连万民也不受迷惑，臣妾不觉得委屈。段宏、卫青，你二人的功劳，真要好好赏赐。臣不敢。陛下，此次最大的功劳应该归于易叔叔。
易寒确实立了大功，若非你及时发现重影异动，风云变幻，恐怕皇后就担了污名，汉室尊严都难保了。小人不过一介草民，只是有些民间的小智慧，能够看出天降甘霖，也能够看出帝后童心。难得你不鞠躬，但原来民间小智慧也有干石心经和淮南子天文训。你虽是一名厨子，但学识渊博，深不可测呀。回陛下，草民只是学以致用，并非深不可测。无需谦逊。满朝文武大臣，竟不及一个厨子。看来你也非厨子这么简单吧？朕欲赏高人，但越想越不明白，高人已在皇后身边多年，为何不趁机相助于朕？难道是朕愚昧，或是朕的仁德不足以让高人效力？陛下，小人只是区区的……不用辩白了。这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不为皇帝所用：一是逃避刑责的犯人，二是包藏祸心的敌人。说，你到底是哪种人？多年来潜伏皇宫，居心何在？易寒答话，你到底是逃刑犯人，还是朕的敌人？小人不是敌人，是罪人。罪人？小人自觉罪孽深重，没有颜面自报家门，更愧于效力皇天。你有何罪？小人早年得与恩师传授医卜星象、天文地理知识，只怪小人年少气盛，自恃天资聪明，又得恩师眷顾，与师兄斗法险技，虽大胜师兄，却连累恩师受怨，被师兄害死。技不如人，就怨恨杀人，地方官员都不管的吗？罪人不敢欺君。师兄事后虽受诛，但毕竟恩师是因小人而死，所以小人从此起誓，以后隐姓埋名，与世无争，并以火烙之印明志，以切肤之痛，时刻提醒自己。陛下，臣妾愿担保易寒为人。臣妾儿时已与易叔叔相遇，得其不争不显、不露之慧。此后安身立命、待人处事，皆以此6字为依归。不争、不显、不露，确是皇后言行态度。如此说来，皇后统领和乐后宫，易寒也有提点之功了。小人不敢，皇后本性仁厚，何须小人提点？这只是皇后谦虚敬老之词而已。陛下，易叔叔不只教臣妾处世之道，臣妾深知得蒙帝宠，也得助于易叔叔。当年水灾后断粮，皇后小小年纪，却将仅有的蒸饼相赠，救小人一命，舍己遗德，叫人折服。多年后重遇，皇后谦厚如昔，而且更见贤惠。适逢陛下驾临侯府，小人见陛下神色有情意，所以你就以一立国府，助我显身于陛下。国仆能助的是舍身为他人者，显其贤德于陛下。只因小人深感皇后之贤，若能在陛下身边，必是万民之福。当日我出宫，易叔叔赠我挂饰，好让陛下发现我，留住我。陛下，易寒不止帮皇后，也教导臣各种行军为将之道。臣远征西域，可以因地制宜而取胜，易寒也是有功劳的。你方才说要与世无争，可为何要留在宫中多年？当年易寒
仅为平凉侯府的厨房管事，是公主为了帮姐姐才把她引荐入宫。留在宫中，绝非意涵本意。陛下，皇后早年在宫中屡遇危难，相信意涵是为守护皇后而留下。陛下，臣妾亦敢担保，易叔叔这么多年照应臣妾，绝无邀功之心，更无争权显明之图。你们都不用说了，你自己说。一切皆只因小人与皇后有缘，愿为皇后分忧解困，以报当年救命之恩。本来皇后母仪天下，小人以为可以告老而去，却与皇后遭奸人所愿，背负恶名，小人只好为世登坛。陛下，意涵虽隐瞒身世，但臣敢担保，他对陛下忠心。这次若非意涵洞悉淮南王诡计，并及时登坛揭穿，皇后恐难洗不祥之名。这次意涵洞察先机，确实功不可没。既然你熟知天文，朕就封你为太史令。谢陛下隆恩，但小人只求皇后免于奸人所陷，百姓远离迷信蒙蔽，能稍减小人为世之咎，戴罪之身实在愧受封赐。恳请陛下，让小人继续做一名小厨，一赎罪孽。既然你不要功名，朕就赐你宅邸，让你安居乐俗。谢陛下圣恩，小人感激不尽。可是皇后、魏将军与段大人均待小人如同家人一般，居宅府邸，又怎比得上与家人团聚？好，那朕就赐你宗籍。除了交房殿住处之外，再命卫青与段宏于府中为你辟事，让你自由进出居住。臣明旨。谢陛下宽仁体谅。再赐你千金。陛下，意涵并非贪利之人。陛下恩赐，意涵拜谢。小人并非贪图赏赐，只是天灾民困，小人欲以陛下赏赐救助孤苦，求陛下恩准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心，朕就赐你长者之号，再赐单骑安车，并按汉例赐你一盖，以示有功，让你家在善之余，奉旨济世安民。意涵待天下百姓，谢陛下圣恩。安民有功者，朕不会领赏；但祸民生乱者，朕也不会轻易放过。启禀陛下，淮南王刘安带到。罪臣刘安向陛下请罪。请罪？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动摇民心，你请的是哪一条啊？臣自负精通黄老之术，略识天文，梦中又得仙师嘱托，为救千万黎民，所以一时情急，闯下弥天大祸。如今一场大雨，犹如当头棒喝，臣自知罪重啊！你确实罪重，足以让你身首异处。陛下仁厚，淮南王虽然有罪，但毕竟是为黎民百姓啊！臣恳请陛下从轻发落。丞相之言，臣不敢苟同。若人人以救民为由，触犯法纪，那律法何用？淮南王既犯死罪，不依法论刑，何以正朝纲？陛下，罪臣修道着书，一心为民谋福祉，自离淮南，只身入京求雨，虽无不轨之心，但以报必死之志，
所幸天赐甘霖，民生得保，陛下与皇后生育得彰，罪臣死而无憾，臣甘愿伏法。好，既然你认罪领死，朕成全你。来人，且慢。陛下，孟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臣虽一介武夫，也曾幼承庭训，知道即使出将入相，也要以民为先。淮南王虽未遵守社稷纲纪，冒犯天子皇后，却有恩于民，望陛下三思。”段大人乱借圣贤之言护短，实属荒谬。民为贵，所以要以法保民安民。若违法不成，先例一开，他日更多无法无天之事，只会伤民害民，更甚。家父常言，人谁无过，法理之中也允许将功抵过。淮南王素来贤德，护民之功罄竹难书，足以抵一次鲁莽之罪。陛下，淮南王以性命作注，可见其为民之心呐。况且淮南王年岁已高，只身入京又劳碌病弱，故云老小不当行，请陛下赦免其罪。好一句老小不当行！淮南王刘安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论罪当斩。乃念一心为民，赦其死罪，着令即日离京。谢陛下圣恩。孤念刘安年迈，不宜长途奔波。此班纠同帐，因事老者，特准在淮南安享晚年，无需再入朝觐见。谢陛下。大王，车马已准备妥当，大王可以启程。皇上口说无需觐见，实则是不准我再进京。寡人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登祀城楼，还请段大人见谅，让寡人再多看几眼长安吧。大王真乃性情中人。段大人不畏天威，为我说情，才是性情中人。段大人仗义直言，请受寡人一拜。哎，大王请起，段宏不敢当。其实，段某为大王说情，非因大义，是为思念。段大人有何事，请说。敢问大王身上的琥珀小兽，可有来历？段大人是指这个？这事物似曾相识。家父也曾有一个相似的吊饰。是吗？难道寡人与令尊也有前缘？可惜寡人即将要走，无幸拜会令尊呐。段某早年因天灾逃难，与家父失散，段某也期盼着能再会老父。大王可曾记得好几年前，你曾救过一个男子？那人正是以此物相赠，以报救命之恩。那人与我年纪相若，如今想起来却与段大人同姓。是来自平阳县吗？正是平阳县，果是前缘呐。多年之后，此物归回他儿子。寡人来长安，原来冥冥之中是为你而来的。请问家父身在何处？当年这位兄弟身中剧毒，奄奄一息。幸亏大王试尽各种解药，又亲制豆腐食疗，为其解毒。曾听说淮南王孝义为母调制养生之食，没想到家父竟有幸异常，还因此得救。可惜呀，他康复之后留下此物便告别，如今不知所踪啊。我记得当年段兄弟说过，会定居淮南。哎，段大人，大王是家父的救命恩人，当受一拜。家父既在淮南，段某请求大王相助寻找，让父子团圆。快请起。段大人放心，寡人一定尽力替你寻父。淮南王恩情，段宏没齿难忘。
段大人孝义动天，只要有我刘安一日，一定尽力遂你心愿。只怕寡人此次回去也是自身难保，到时有负所托。大王何出此言？天危难测，如今皇上才怨我。今日赐我铜杖，不许进京，难保他日赐我毒酒，不让我活命。到时候为向皇上表达忠贞，寡人也只有束手待毙。大王一心为民，却因此次闯京，被皇上误会了。大王虽无叛逆之心，但有兵将城池，也是护身之道。段大人何出此言呢？朝廷准备颁布推恩令，取消爵位封地由嫡长子继承之令，准许藩王分封城池土地于其他子孙。只怕推恩为名，削嫡弱藩为实。多亏段大人提点。段宏多言了。堂堂一个郎中令，据说还是皇上的宠臣。嘿，没想到，居然是个蠢材。大王三言两语就让他信以为真了。这有何难？与他相遇，是天赐良机。一个小挂饰，竟与他父亲拥有的相同。我只是顺势编造与他父亲的关系。哼，骨肉亲情，凡人难断呐。更何况，他与父亲失散多年，情之所至，当然属于防备。说什么，他也会相信的。还是大王为恩人，连削藩之策都透露了。说他父亲在淮南，他以后自然会主动来亲近。他是郎中令，手握长安，守卫重权，能与死人相交，日后必有大用啊！大王英明。说什么济世为民，其实是包藏祸心。若是贤德，怎会你一提起那事物，就迫不及待的邀功拉拢？其实臣出身贫寒，家父怎会有这种珍惜之物？是他太过急于求成，也不细想便想与臣扯关系。看来刘安单骑进京，设坛求雨，诬陷皇后，背后肯定有阴谋，且非一朝一夕之事。将一切连起来，臣不禁觉得，当日冠夫与窦丞相所指，有人与田汾勾结谋反，说的就是淮南王。朕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不得不放他走。只怕他以仁德之名，早已与不少朝臣藩王相通勾结，加上他的儿子兄弟还在淮南，不知坐拥了多少兵马粮草。如今旱灾刚缓，边患未除，卫青又快要出征，若藩王再作乱，情况堪忧。陛下这缓兵之计是不得不为。希望这次放他走，能以他作饵，牵出其他乱臣党羽，让朕静待良机，一举连根拔起。要不然陛下先前在殿上随便一条罪，都要他死千次万次。只辛苦你配合朕演这场戏，假扮与刘安交好，恐怕日后会给你惹来私通叛党的误解攻击。为国除害，为窦丞相与冠夫报仇，臣誓死不辞。哎呀，出去走一趟就是累，还要一包米一包米的拿给灾民。哎呀，太夫人若是嫌累呢，就该留在府里，无需出来干这等苦差嘛。还好没把你这身锦衣弄脏，不然的话我可赔不起啊。
我女婿出征，我当然要出去做做善事，沾沾福气，保他平安嘛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你下次就该多出点力。哎呀，这玉镯不错，可以给灾民。这是皇太后赐我的，不能变卖转送，否则不敬之罪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那这耳环，这是佳儿送我的。这发簪呢？灾民要发簪做什么？又不能当米粮吃。哎呀，你这件也舍不得，那件也舍不得，你怎么行善呀？有福气怕你也沾不上啊！方才那些村民还一直说谢谢太夫人，太夫人万福。是，太夫人平常不做善事，如今一做善事就有喜了。呸！我哪有什么喜啊？别以为你是皇上封的长者就可以胡乱说话。哎呀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你的女儿佳儿有喜啦。我女儿有喜，谁都看得出来。她肚子都那么大了，还需要你说吗？那你又知不知道她这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这个你也会算，是男还是女？快告诉我。是男还是女？都是喜，有这么重要吗？你是存心戏弄我，是你先开的头。你说是男还是女？不然跟你没完。说。生了，太夫人，夫人进宫看皇后时，在宫里生了。是男还是女？是男孩，母子平安。哎呀，这是苍天必应，果然积善之家必有大喜。好。哎呀！公主，这玉璧若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小的一定会尽快修改好，按时让公主带回长安。不用，只要再擦拭的光亮明净一点就好了。诺。魏将军班师回朝了，汉军又打胜仗了！太好了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。是啊，魏将军骁勇善战，他回长安途中，沿途一定全都是为他高兴欢呼的百姓。我大汉又打了一次大胜仗，实在可喜可贺。今晚侯王百官庆功大宴前，朕想先与家人唱句。卫青，臣在。边疆隐患暂除，属你功劳最大。你姐姐和夫人都以你为荣，朕就在他们面前封你为长平侯。谢陛下圣恩，臣必当竭力尽忠，报效陛下。好。魏将军真是双喜，孩子也刚出生，取了名字吗？回皇太后还未取名。这是卫青的第一个孩子，就由朕亲自替他取个好名吧。谢陛下圣恩。你看，抗字可好？志抗直，好勇正直。谢陛下祝福这个孩子。还取抗的相配之意，寓意他的父母伉俪情深。抗字两个意思都好，孩子就叫魏抗，你们没有异议吧？魏抗很好，谢陛下赐名。谢陛下恩典。启禀陛下，汝阴侯求见。传。诺。汝阴侯夏侯颇，参见陛下。免礼。国宴时辰未到，汝阴侯好早。臣因知陛下有家具，特意提前到来，为拜见皇太后与陛下诸位亲人。听闻魏将军骁勇善战，又一次为国取胜，臣在此贺魏将军凯旋归来。陛下，汝阴地虽小，但臣仍望为社稷出力，愿将此年封地的收入献给汉军，做粮饷之用。封地收入本用作侯爵俸禄，如今你在纳贡之外进献俸禄，真是难得。他日汉军再劫，
朕必论你一功。夏侯坡不为功勋，只求与公主说几句话。说吧。听闻公主一直为小君侯寻觅良师，汝阴有一位文武皆精的能士，名叫桑衣。这桑衣以仁德闻名。当年皇帝刚出世的时候，你们父皇就想召他来当太傅。儿臣也听母后提过，但这人不求功名，宁愿隐退田园，修身养性。哪怕王亲贵胄去求他，他都不肯出山相教。臣已说服这位贤士，到平阳县做小君侯的老师，此来公主就可安心，务须再为小君侯忧心，而奔走于长安、平阳两地，心疲力竭。这可真是厚礼啊！从来侯王上贡之物都没有你这里珍贵厚重啊！皇太后，夏侯坡斗胆问一问，如果以此作为聘礼，未知是否不够诚意？臣仰慕公主多时，愿一生相互相随。求皇太后恩准，求陛下成全，为臣赐婚。汝阴侯既心系朝廷，又肯为公主分忧，此事朕并无异议。可朕虽为一国之君，姐姐的姻缘还是要姐姐自己定夺。不知公主心意如何？请陛下成全。准奏。姐姐，何事找我？弟弟坐吧。姐姐叫你过来，一起尝尝易叔叔做的烤肉。明天易叔叔就会驾着宰善之鱼南下，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回长安。我还记得当年我被诬陷杀人，秋雨夜听，公主好像就是想以易叔叔这烤肉讨皇太后欢心，为我解困吧。公主为维护我们姐弟，多次无辜受牵连，也在所不辞。今日公主就要离开长安，远嫁汝阴了。嫁得这么好，我们该替她开心啊。公主出嫁，弟弟心有不舍，是吗？不，怎么会？我是衷心的为她找到好归宿而高兴。汝阴侯出身世家，丰衣富饶，饱学识广，与公主可堪匹配。皇太后过去的思虑果然恰当。皇太后，她有问过你与公主的事情？那时盛传我与公主的谣言，皇太后曾召我入宫，臣以厉害。如今看来一切都值得，不然公主肯定会被人诬陷扶持亲党，把持外朝内宫，意图叵测。姐姐，你这皇后也会受人非议。难为弟弟了。只是弟弟真能放下吗？当日确实放不下，但如今都释然了。不过
公主性情刚烈，若知道真相的话，恐怕会对皇太后心生怨怼。弟弟放心，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，姐姐断不说半句。君后，当年将公主和小君后托付于我，现在不但公主幸福，小君后也觅得良师。如今，我也能够安心了。弟弟心中只有他人的托付，你自己呢？姐姐最想知道的是，你现在也幸福吗？姐姐放心，我和嘉儿过得很好。那就好。我只盼公主也能和我们一样，与夫君互相扶持，甘苦与共，喜乐同场。